会说道：“落难皇孙刘病已，流落民间多年，并娶妻生子。谁知一觉醒来，突然被权臣霍光接到宫中继承皇位，摇身一变成了汉宣帝刘询。连电视剧都不敢编的离奇情节，竟然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。只不过霍光相中他，除了觉得他人老实好控制之外，就是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。如果答应霍光的要求，那汉宣帝的原配许平君可怎么办？那段日子，汉宣帝是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他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地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。生于祸乱，长于民间，说是皇孙，荣华富贵与他无缘，生活里处处低眉顺眼。才18岁，就已品尝了太多的人情冷暖。然而，对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说，只要一丝一毫的善意，就能把他的心填满，就能让他感念一辈子。妻子许平君就是把善意填满他的心的那个人。许平君不但在自己无依无靠、身份低微的时候嫁给他，还发自内心的心疼他、理解他、照顾他。更可贵的是，当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想办法去讨好他，想为自己谋利益，许平君却不愿意因为感情去为难他。天底下还有谁比许平君更真心待他呢？想到这里，才18岁的这位年轻皇帝不由得握紧了双拳。人生难得几回搏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搏一搏。不久，刚刚继位的汉宣帝颁发了一道令人莫名其妙的诏书。在诏书中，他这样说道：“在朕身份低微的时候，有一把很喜欢的宝剑，一直带在身上。可是现在却找不到了。如今朕很想再找到这把剑，众爱卿可不可以帮朕找回来呢？”不得不说，汉宣帝这招用得好啊！为了给心爱的妻子一个说法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。表面上寻找的是旧时的宝剑，实际上是告诉大家，他难忘故人。能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可都不是傻子。虽然这个皇帝现在说话不好使，可总有一天也会手握重权，君临天下的。善于见风使舵的大臣怎么会不懂汉宣帝的这层意思呢？于是他们又联合上奏，希望立在民间就陪伴着皇上的许平君为皇后。这种情况下，霍光再想立自己的女儿，也很难找出能说服众人的理由，只好保持沉默了。就这样，在良知与权势之间，汉宣帝找到了平衡点。凭着一纸诏书，他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良知，同时呢，也没让霍光难堪，还如愿以偿地让自己的发妻成了皇后。所谓贫贱不相离，富贵亦相知，这道固践情深的诏书，不仅成为了落难皇孙与平民少女真挚爱情的见证，也被后世称颂为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诏书。经过了立后事件的波折，汉宣帝和许平君之间的感情更深了。他们不只是寻常意义的夫妻，某种程度上还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可位高权重的霍光会善罢甘休吗？当然不会。在他看来，许平君一无显赫的身世，二无惊人的美貌，三无良好的教育，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。许平君这是鸠占鹊巢，皇后的位置早晚是要他腾出来的。他阻止不了立许平君为皇后，可是他能给许平君的父亲使绊子啊。于是霍光借口许广汉出身卑微，硬是拖了1年多才按照礼仪封他为后。不过这些在汉宣帝和许平君看来都不重要，有了霍光的阻挠，两人的感情反倒越过越好。他们甚至天真的以为还可以像从前那样恩恩爱爱，直到白头偕老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当然不是，前方还有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们呢。
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。汉宣帝没想到，霍光更没想到，霍光的妻子霍显把这一过节深埋在心。他埋怨汉宣帝，也嫉妒许平君。可由于汉宣帝对许平君爱得深沉，霍显一直无从下手，急得他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直到3年后，也就是本始3年，公元前71年，许平君再次怀孕待产，霍显终于找到了机会。当时宫里有位医术精湛的女医生叫淳于衍，经常给许平君看病。霍显得知这一点，就拿淳于衍老公的前途利诱他，并指使他去加害许平君。宫里守卫森严，想带兵器是不现实的，但借助御医的身份，淳于衍却可以随身带一些药物。于是霍显选择了一种叫生附子的药，把它放到了许平君调理的汤药当中。这生附子虽然无毒，却不适合产后服用。许平君喝了它，就觉得头晕脑胀，大汗淋漓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位才当上3年皇后，年仅18岁的平民少女，就胸闷气短，撒手人寰，化作一缕香魂，飘入了黄泉。许平君离世的消息传到汉宣帝那里，他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。他怒不可遏，下令严查，将相关的御医全部投入监狱，并严刑拷打，完全是一副不查出结果誓不甘休的架势。为了亡妻，一向温和善良的他，第一次变得如此暴力。一直给许平君看病的淳于衍也被捕了。霍显是慌不择路，万一淳于衍招架不住，把自己供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惹了祸才想到吃后悔药。霍显找到霍光，把来龙去脉和盘托出。这种事儿，霍光肯定是向着自家人的。为了保全妻子，霍光便入宫请求停止调查此事。本来汉宣帝只是怀疑霍家，霍光的干涉更是不打自招。汉宣帝当时五内俱焚，真想给霍家来个满门抄斩。可理智又提醒他，一时的冲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如果跟霍光硬碰硬，不但没办法为许平君报仇，自己大概率还会重蹈刘贺的覆辙，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查出真相了。于是刘病已只好忍着心痛，对这件事按下不提。可是这不代表他真的不追究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他在心里默默对许平君发誓，一定要为他讨个公道。那么在强敌环伺的不利情况下，汉宣帝能否为亡妻报仇雪恨？落难皇孙刘病已登基继位，变成汉宣帝之后，执意要立自己的原配许平君为皇后，结果遭到了权臣霍光一家的记恨。霍光的妻子霍显竟然指使御医毒死了许皇后。汉宣帝悲痛欲绝，但霍家一手遮天，他无权无势，只能先按兵不动。但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许平君发誓，一定会为他讨个公道。这次变成是汉宣帝在等待时机了。不出所料，许平君去世不久，霍家就安排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进宫，先是被封为婕妤。1年后，也就是公元前70年，在霍家的授意下，霍成君成了汉宣帝的第2任皇后。这次汉宣帝不仅没有阻拦，还在后宫对霍成君是极尽宠爱。霍成君从小在蜜罐里长大，没有勤俭节约的意识，到了宫中还极尽奢侈之风，动不动便挥金如土。任谁都觉得霍成君这么败家还能得到专宠，汉宣帝一定是真心喜欢他。霍家一度沾沾自喜，认为得偿所愿了。但霍家可能忘了，这个原名叫刘病已的落难皇孙是如何长大的。
许平君又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？霍氏家族低估了许平君在汉宣帝心中的地位，也低估了他的坚强和隐忍的能力。缔结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8年，霍光病逝，汉宣帝逐渐大权在握。第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7年，已经能当家做主的汉宣帝把许平君的儿子刘氏立为太子，这就是后来的汉元帝，还给许平君的父亲升了职，一心想把自己3年前欠许平君的都给补上。这样一来，把霍光的遗孀霍显气得直吐血。原来许平君死了，那个叫刘病已的还是对他念念不忘，立许平君的儿子为太子，自己女儿到时候生儿子可怎么办？看来只能让太子去领盒饭了。于是霍显想故伎重演，只不过这回他不再假手于人，而是安排自己的女儿霍成君亲自出马，让他来毒死刘氏。霍成君几次召刘氏前来，赐他各种山珍海味，但是每次都是太子的保姆先来品尝，霍成君实在是无计可施。与此同时，汉宣帝也在暗中调查许平君去世的真相。当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霍家派人杀了许平君，他再次愤怒了。好你个霍家，不但杀我妻子，还想杀我儿子，朕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考虑到霍家还有众多的党羽，权势熏天，汉宣帝决定先不打草惊蛇，而是逐步削弱霍家的权势。对此，他步步为营，先将霍家的亲属调离中央，剥夺部分兵权，又安排了霍家的不少对头逐渐去掌握一些要害部门，比如史家和许家。这些举动迫使霍家铤而走险，妄图发动政变，想废掉汉宣帝，让霍显的宝贝儿子霍宇登基。这正是汉宣帝想要的局面。缔结4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6年，汉宣帝将霍家一网打尽，霍宇被腰斩，霍显绝望自杀，霍氏全族被灭门。经此一役，汉宣帝不仅彻底消除了霍家在朝廷的势力，还为亡妻许平君讨回了公道，同时也真正的掌握了大权。至于那位皇后霍成君，因为当初图谋毒害太子刘氏，也被汉宣帝毫不犹豫地打入了冷宫。这时霍成君才真正意识到，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，自己始终没有替代许平君在他心中的位置。12年后，不堪遭受冷落的霍成君自杀身亡。不过一国之君，后位不可空虚，再加上太子刘氏还年幼，需要一位养母来抚育，所以汉宣帝决定再立一位皇后。这次选谁呢？没想到汉宣帝再次不按牌理出牌，居然选了后宫最不得宠又有克夫之相的王氏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当初王氏之所以被招入宫，完全是因为汉宣帝出于友情帮他爹王凤光解忧。早年王氏先后许过几个人家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要出嫁，对方就暴病而死，以至于方圆100里的人都知道王氏是克夫相，因此谁都不敢再上门提亲。偏巧刘病已那会儿还是落难皇孙，跟王凤光经常在一起喝酒斗鸡，是标准的铁哥们儿。后来刘病已变成汉宣帝依然念旧，便招大龄剩女王氏进宫，封为婕妤。王氏进宫啊，凭的不是姿色，家里呢又没什么背景，自然谨言慎行。也正是王氏这种低调持重的表现，让汉宣帝认为他做刘氏的养母必然能够尽心尽责，所以二话不说便把她立为皇后，以告慰许平君的在天之灵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汉宣帝独掌大权以后，对内注重减轻百姓负担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；对外大破匈奴，平定西疆，还设立西域都护府，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帝国的版图。他在位25年，后世的史家把他和前任汉昭帝放在一起，并称为昭宣中兴。其文治武功
足以跟他的曾祖父汉武帝刘彻相媲美，只是他比他的曾祖父更专情、更人性，也更温暖。黄龙元年12月，也就是公元前49年，汉宣帝病逝于未央宫，葬于杜陵。终于能与他心心念念的许平君在另外一个世界重逢。